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北境大捷，顾将军凯旋，实乃社稷之福。然战后事宜，众卿可有本奏？臣有本。镇北将军顾灵破城之后，纵兵3日，北境3城壮士实不存一，有悖人道，有损天威，且军中粮饷账目混乱，恐有中饱私囊之嫌，请陛下明察。苏相好一张利口，北狄残部化妆百姓伺机反扑，本将军肃清隐患，何错之有？至于粮饷，陛下，户部所拨粮草途中损耗几何，到达北境还剩几分？苏相不妨先查查自己手下的人。户部账目清晰可查，每一笔皆有着落。倒是顾将军军中账簿，屡次以战事机密推诿核查，莫非真有什么见不得光的？苏颜，你够了！朝堂之上，成何体统？顾将军征战辛苦，苏相也是为国操心，此事容后再议。退朝。母亲，苏家香火。相爷，您连日操劳，早些歇息吧。北境密报如何？顾将军3日后抵京，途中遇伏轻伤，无碍行程。可，相爷，您真要选他？此人桀骜难驯，若是知晓，正因为他是我的死对头，才最安全。事后只当是政敌算计羞辱，不会疑心到此事上。他身体强健，前缘气息纯粹，是最佳人选。准备吧，要干净，万不可留痕。是。地点选在京郊的静思寨，人手都用南边来的生面孔，事后集散。药分量把握准，只需他无力反抗，莫伤根本。是。何方小小藏头露尾之徒，可是绑架朝廷大将何罪？你要做什么？风一点一点撕碎了你带着的真理，将爱白世界是多的被我是被欺骗，我应该清醒。敢动本将军，是你死让我的。世界漫天飘零，跌入回忆缝隙，颠倒日月四季，只为能找到你。万物被重新命名，相遇也被重新定义，在昼夜之间拥抱你。黎明冉冉升起，在无尽天光里，我紧紧牵着你，像久远的曾经，迎着风越过潮汐，缠绵在无尽的海底，总是迷途看不清笃定结局。将军，一点线索都没有。官道现场清理得太干净，那处宅子查了，是半年前一南方商贾匿名所购，早已人去楼空。所用迷香是黑市常见的软骨散，追查不到源头。至于那晚之事，奇耻大辱！那人身形如何？可有特征？根据将军模糊描述，应是男子，身形偏瘦，手指修长。还有将军提过，似乎闻到一丝极淡冷香，似松似雪，但转瞬即逝，难以捕捉。继续查，尤其是京中与我不对付，又能调动如此干净人手之人。是。
还有一事，近日朝中苏相似乎告假2日，说是感染风寒。知道了。顾将军再立奇功，朕心甚慰。来，满饮此杯。谢陛下，臣不敢居功，前来将士用命，陛下天威。李公公，将军醉了，扶去清辉阁歇息。是。哼，让你雨露期提前，等会儿就好好享受吧。李公公，啊，是苏相啊，有事吗？我来寻顾将军的，原来在这儿。北境急报，命顾将军即刻回军营商议要事。可是顾将军喝醉了。不是，我马车上有醒酒药，等到了军营，酒也该醒了。这怎么？耽误军情后果你来负责？把人交给我吧，本相送他回去。是。这味道，是你，对不对？那晚是你。你清醒点，收起你的信息锁。是你，我记得你的味道。不行，撩拨了我就跑，不让你吃到食物的后果。顾莲，不要！不要什么？你身子都软成什么样了？叫我不要停吗？一时一梦，不要表情。2个人3个字，相思苦苦相思，辗转心口藏于唇齿，前生缘3生世，苦尽甘来终相思，挽手伏笔共几时。顾林，近期收到不少弹劾你的折子，你即日起返回北境，无诏不得回京。北朝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看来皇上已经忌惮顾林手中的兵权，欲除之而后快了。苏相在想什么？多谢将军。苏相近日似乎清简了，可是为国事太过操劳。不劳将军挂心，边关苦寒，将军还是多保重自身。刚才搂他时，肚子上的肉感是不可能错的。难道他怀了我的孩子？是你，顾将军夜闯相府，是想坐实擅闯官员府邸、图谋不轨的罪名吗？你怀了身孕，是我的。哼，荒谬！本相乃中庸之身，何来怀孕？将军莫不是得了癔症？脉搏华丽，往来流利，如珠走盘，身形虽遮，但这里，苏颜，你还想骗我到几时？
第一次是你，第二次也是你。那冷香是你的现象，对不对？根本不是中庸，你是帝坤。放手！即便如此，与你何干？不过是一场算计，各取所需。孩子是苏家的，与你顾岭无关。好个各取所需，好个与我无关！苏颜，我顾岭的血脉，断不可能流落在外，认贼作父。认贼作父？顾将军，这孩子生下来只会姓苏。你若敢对外泄露半个字毁我苏家门楣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永远闭嘴，或者让北境换个主帅。你，苏颜，这孩子若有半分差池，我便掀了你这丞相府。将军请回。今日之事，若你知趣，便当从未发生；若执意纠缠，你我便在朝堂上见个真章，看看是将军的刀快，还是我的笔力。苏颜，你记着，这孩子我认定了，你躲不掉。顾岭迟迟不肯离京，近日还总往苏衍那边凑。哼，有点意思。探子回报，顾将军似乎在查什么，也格外关注苏相动向。一条不听话的蒙犬，和一个看似清高却深不可测的狐狸。北狄使团不是快来了吗？安排一下，给顾岭找点通敌的证据。他既不想离开，就永远留下吧。让顾岭回来参加北狄使团的朝见。至于苏野，若他能为我所用，若除掉顾岭，便留着他；若不能，奴才明白，只是苏相似乎身体抱恙，近日深居简出，已告假几日了。哦，病了，让他一去好好瞧瞧，或许我们能多一张牌。是。相爷，宫中今日又派了太医来请脉，老奴以您刚服了药睡下为由，暂时挡了。但总这样推拒，恐引陛下猜疑呀。陛下对我何曾真正放心过？北京近来可有异动？顾里回北京后如何？顾将军已遵旨返北，但行得缓慢，沿途似乎在查询什么。北境探子报，近日有不明身份者频繁接触军中低级将领，似在搜集顾将军的罪证。陛下那边恐怕要动手了。他想动顾里，却忌惮军心与边关稳定，必先罗织罪名。北狄使团将至，是个栽赃的好时机。苏全，让我们在北境的人盯着那些不明身份者，必要时留点反向证据。相爷，你要帮顾将军？不是帮他，顾岭现在不能倒，他一倒，北境军权落入陛下或者其他人手中，朝局失衡，与我苏家更为不利。何况孩子需要生父这个幌子，至少在明面上。苏颜，你到底在谋划什么？幌子？你想用我和孩子当挡箭牌，也得问我同不同意。
那是宫女。看来皇上也在监视苏颜。尊敬的大周皇帝陛下，我北狄诚心归附，然有一事不明。去岁寒冬，我部族一支牧民误入贵国边境，尽数被屠，妇孺不留。听闻乃是顾灵将军麾下所为，如此残暴，岂是大国风范？你胡言乱语！去年寒冬，本将军麾下巡边遭遇的皆是北狄精锐探马伪装，何来牧民妇孺？哦，竟有此事。顾将军，北狄既已归附，所言或许有误，但不可不查。你可有证据证明当时所杀皆是探马？战场之上刀剑无眼，事后如何一一验明正身？陛下若信北狄一面之词，臣无话可说。陛下，臣以为此事关乎两国邦交与将军清誉，不可草率。臣记得兵部应有当时战事记录的副本，其中或有提及对方装备、马匹等细节，可佐证是否为牧民，不妨调阅详查。苏相爱卿所言极是。李公公，去调兵部存档，此事容后再议，莫要坏了今日和气。奏曰。是。好个苏颜，请替顾里说话。朕看他这病生得蹊跷，太医还是没见着人。苏相府上守的铁桶一般，说是病体沉重，怕过了病期给御医，坚持只让自家大夫调理。北狄那边安排的如何了？已打点妥当，明日便会有确凿证据呈上，证明顾岭不仅滥杀，还曾私下与北狄前朝余孽通信，意图不轨，届时人证物证俱在。哼，很好。至于苏颜，既然他总生病，宫里清静，接他来养病吧，多派些人，务必请到。是。相爷，皇上这是要变相软禁您呢，这皇命难违，可怎么办呢？哼，皇上这是急了，顾岭的罪证恐怕很快就要抛出。他软禁我，一是试探，二是想作为可能的筹码或人质。我们的人要动起来了。相爷，您的身子在宫中诸多不便，万一……无妨，皇帝暂时不会动我，他还要用我来牵制或打击顾里。你按计划，将我们掌握的关于北狄使团中有人与陛下近臣私下接触的证据，通过可靠渠道，不动声色地透露给。陛下，这是顾林与北狄通信的物证和人证。这等拙劣栽赃也敢拿来污蔑本将军？你说你是牧民，那我问你，北狄漠南部落放牧，冬日主要驱赶何种牲畜？如何辨别头羊？这印章倒是仿得挺像，可惜本将军与部下通信自有暗记，这上面没有我的印鉴暗文。陛下，臣近日收到匿名投递，内有一些书信副本，似乎涉及北狄使团中人与我朝某些官员的往来。其中提及构陷边疆之事，请陛下阅览。此事错综复杂，看来确有隐情啊！顾将军且回府，不得离京，待真相查明。陛下圣明。若无其他事，便退朝吧。
顾将军，这是沁芳斋，您不能进去。滚开！为什么帮我？你现在还不能到。不止吧，苏颜，你腹中是我的骨肉，皇帝软禁你，下一步可能就是拿你跟孩子威胁我，或者二选一。你还要在这里跟他虚与委蛇到什么时候？不然呢？跟你这个莽夫杀出去，然后你我皆为逆贼，孩子生下来便是侵犯。我有兵，北境军虽未全在掌控，但亲信精锐已暗中调集部分回京附近。只要你愿意，我能带你们走。走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。顾里，你是将军，当知有时候以退为进比硬拼更有用。陛下今日没能扳倒你，反而暴露了急于求成和手段不敬。朝中并非铁板一块，自有观望者和不满者。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契机，一个能让他投鼠忌器，甚至被迫妥协的契机。什么契机？很快就会来了。陛下多疑，今日之事，他必会怀疑身边人有异心，也会更急于清除我们。动作越多，祸展越大。而且，这孩子快6个月了，陛下不会让一个流着顾家血的苏家嫡孙平安降世的。你轻瘦了，可是难受。死不了。我给你点安抚信息素吧，就当为了孩子。这样可舒服一些。谢谢。我会派人暗中护着这里，你自己小心。陛下，明日北狄使团就要离京了，那就在使团离开前，彻底解决掉顾岭和苏衍。你需调集宫中的禁军和部分京城守军，以勾结北狄、谋逆犯上为名，同时围捕顾岭府邸和软禁苏衍的沁芳斋，制造围捕被杀或羞愧自尽的现场。是。时候到，你按计划行事，将替身备好。已经做好准备，密道也已经挖通了。放火。是。陛下无道构陷忠良，杀害皇子血脉。今日为顾岭清君侧，肃宫廷。跟我走。不是跟你走，是合作图。随你怎么说，跟紧我。我们必须立刻出城，皇帝反应过来，必定全城搜捕。你刚才喊的皇子血，不然怎么说？说丞相怀了将军的孩子，那咱们更成奸夫淫妇，天下共诛了。说是皇帝的孩子，他为了面子，短时间内不敢大肆宣扬追杀龙船，还得假装找我谈判，给我们争取时间。歪理，但有用。你能撑住吗？我们可能要走一段不好走的路。我可以。
你还好吗？再坚持2日，我们便到北境了。北京是我的管辖之地，我兵权在手，皇帝不敢动我。到时局面对我们有利。你准备怎么做？皇帝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到时我对外宣称，你是作为重要人证被我保护起来，以揭露皇帝构陷忠良、德行有亏的真相，然后将真相散播出去，让皇帝下罪己书承认错误。还以为你只会舞刀弄剑。怎么了？又不舒服了？我给你进去坐。谢谢你，姑娘。谢什么？你肚子里可是我儿子。也许是女儿。女儿也好，像你，聪明，但别那么老。这几日奔波你辛苦了，接下来我会很忙，没有时间照顾你。我叫了2个丫鬟过来伺候，你有什么事情就让他们做，你就好好休息，知道吗？我竟不知顾将军何时变得这么柔情了。那还不是你之前从未给过我好脸色，一见面就跟深仇大恨似的。那不是朝堂之上，咱们一文一武正好对立吗？现在你不是丞相了，后悔吗？后悔我便不会跟你走了。那日我冲进去时，你站在火中，那一刻我害怕极了。怎么，害怕孩子没了？不是，我害怕你有什么不测，害怕我来晚了。哼，我这么惜命的人，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死？我本准备假死脱身，却没想到你来了。那我还来错了，打断了你的计划。不过，我还是感谢你，为了我，跟皇帝对立。那狗皇帝，我早就对他不满了。就算没有你，也会有这么一天。好了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我先去军中将事情安排下去。或许，他也是个不错的良人。夫人，用力呀！将军，您不能进去。可是他很痛苦，我进去安抚他。将军，生孩子都是这样的，您再耐心等待，有稳婆和大夫在，不会有事的。老天爷，你要是有眼，就保佑他们父子平安。有什么冲我来！将军是为小公子父子平安。你看，是儿子。辛苦了，爷爷。我先睡会儿，你想想给孩子取什么名吧。你睡吧，我在旁边守着。儿子，你爹爹生你可是取了半条命，以后要疼他爱他，知道吗？以后你就叫顾成苏吧。儿子，过来让父亲抱抱。父亲，抱抱。宝贝儿真乖。今日怎么回来这么早？给你带了个好消息，京中来信，因皇帝失德，这2年各势力反对声渐起，萧彻在内外交困，众叛亲离中突发恶疾，
驾崩了。这么突然，应该是你的计划吧？还是妍妍聪明，实际上是反对他的宗室与权臣联合逼宫退位后，秘密处死的。现下继位的是萧玉，并且下旨恢复了我的爵位，而你因前朝迫害身体受损为由，允许留在北京静养。而且新帝说了，相位还给你留着，你想回去吗？你让我走吗？你现在是自由之身，去留你皆可决定。之前把你留在北京是为了保护你，现在你可以回京城了，我也没有留下你的理由。而且北境常年寒冷彻骨，我怕你不喜欢这里。你觉得我是不喜欢这里，还是不喜欢你？应该是我吧。你想留在这里？北境需要守将，而且这里也算是我们的家。顾里，当初借种算计于你，是我不对。但若非如此，你我或许终其一生，也只是朝堂上你死我活的对手，不会有成素，也不会有如今。苏颜，你这人真是可恨，可偏偏我就喜欢上了你。算了，我不管以前如何，就算你不喜欢我，我也不会放你走了。你当军师，我打仗，咱们一起把程苏养大可好？京城那些破事儿，谁爱管谁管去。好，那你嫁给我，好不好？顾林，你别得寸进尺。我喜欢你，每天看着你在我眼前晃来晃去，想不动心都很难啊。更何况，我可是前缘，对你有渴望不是很正常吗？我就不信你对我没想法。没有，那方面没有欲望。是吗？妍妍，我雨露期到了，我高假了7天，这7天你陪我好不好？顾林，收起你的信息素，这可是在外面，你别乱发情。好的，那我们进屋发情。顾林，你个流氓！妍妍，你是宋雪儿吧？跟你的人一样清冷孤傲，我想标记你好不好？妍妍，我标记你了，你是我的了。顾林，我爱你，妍妍。